你在说什么胡话？电话那头，妈妈克里斯汀·史密斯的语气显得既无奈又有些好笑。马修，你又在逗我吗？这一生，我只有你和你弟弟，怎么可能有第三个儿子？听到他语气中的坚定，我心中的疑虑很快消失。当然，妈妈在阿登福德的上层社会中有着完美妻子的名声，她对我爸埃利亚斯·梅斯的温柔奉献始终如一，已经保持了30年。她是每个富太太心中的榜样。在我们的圈子里，女性的外遇或是找情人并不罕见，但大家一致认为，罗杰·史密斯绝对不会是其中之一。那最好是这样，我冷冷地说，挂了电话。然后我抬头看向面前那个得意洋洋的孩子，他身穿一身奢华的名牌，配饰随意堆砌，透出一种新钱人身上的廉价浮夸。我压下怒火，平静地问：你刚才说自己是史密斯家族的继承人？哦，又来一个？现在是要找帮手吗？他冷笑一声，交叉着手臂，没错，我叫罗杰·史密斯，阿登福德·史密斯家族的继承人。怎么？有什么问题？哦，明白了。他又冷笑一声，你们想靠近我家是吧？太晚了。告诉我，除了史密斯家族，阿登福德还有谁能有名气？你们这对乡巴佬还敢和我比？接着，他转向我弟弟，语气充满恶意：提摩西，你成绩再好又有什么用？你就算拼命努力了1年，妈咪只要一句话，捐个大楼，你的一切努力瞬间就成了废纸。我弟弟提摩西低下了头，双拳紧握，指节泛白。看到他默默忍受，我瞬间明白了，这个罗杰一定是在长期欺负我弟弟。爸爸一直厌恶浮夸，希望我们能够靠自己本事低调做人。所以，提摩西和我一直保持低调，从不在外面炫耀自己的背景。但是提摩西，他安静，只专注于学业，误把谦逊当作软弱，而像罗杰这种人就把他当作了目标。我轻轻地把他拉到自己身后，冷冷地看向罗杰。据我所知，交换生项目的所有文书手续和批准都已经通过。最后一刻换人，这可不符合规矩吧？规矩？罗杰发出一声讥讽的笑声，带着一副自得其乐的表情，从包里拿出一堆文件，晃在我面前。你是说这些？提摩西的申请材料？抱歉，根本没送到办公室，我自己留着。罗杰得意地笑了，但他嘴里说出来的话却异常恶毒。所以，你看到了吧？学校提交的最终名单从头到尾就只有一个名字，我，罗杰·史密斯。提摩西准备的再好又有什么用？话音未落，他当着我的面把那堆提摩西费了好几天几夜心血写成的文件撕成了2半。马特，提摩西的声音破裂，眼眶瞬间红了。我看着那些纸张洒落在地，心中的愤怒瞬间爆发。我见过不要脸的人，但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的人。你，我的血液沸腾，太阳穴一阵阵跳动。我怎么了？罗杰冷笑一声，踩着那撕碎的文件，脸上写满了满足，不高兴了。那你告诉你妈捐栋楼给学校啊？哦，对了，我忘了，像你们这种人根本没资格。我的太阳穴越来越疼，双手紧握成拳，指节发白。身边的老师温特斯先生立刻站出来替罗杰说话。先生，情况很清楚。史密斯夫人捐了整栋实验楼给学校，对我们学校的科研项目做出了巨大贡献。经过慎重考虑，学校决定将交换生名额授予更为合适的候选人，罗杰。那种拍马屁的口气让我胃里一阵恶心。温特斯先生，是吗？我转向他，目光如刀。我弟弟提摩西，梅斯年级第1，研究项目获得了全国金奖，考试几乎满分。那么，请告诉我，你口中的更合适的候选人，罗杰·史密斯，凭什么？温特斯先生的脸立刻红了，他张口结巴，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这时，罗杰突然爆发出夸张的笑声。凭什么？凭我妈。他是史密斯家族的家主，还是欧瑞科技的董事长？钱才是最重要的，懂了吗？欧瑞科技。
史密斯家族的家主。我听着他说出来的每一个字，嘴角忍不住浮现一丝冷笑。欧瑞科技的真正幕后人物可不是克里斯汀，欧瑞科技的史密斯家族。我挑了挑眉，假装惊讶。哦，我听说过，很厉害的家族。不过，奇怪的是，我怎么不知道他们有个叫罗杰·史密斯的儿子？我冷静的语气和清晰的怀疑，明显让他愣住了。在他看来，听到欧瑞科技和史密斯家族的名字，应该是每个人都低头敬畏或者奉承，而不是像我一样带着好奇和疑虑看着他。他愣了一下，然后愤怒地叫道：“你算什么东西？你家的事根本不值得你了解。”温特斯先生立刻站直了身子，斥责道：“先生，请注意你的言辞。学校已经验证过罗杰的身份了，你没有资格在这里胡乱指控，搅乱局面。”验证过了？我冷笑一声，那你告诉我，他们是怎么验证的？就凭他说的？当然不是。温特斯先生调整了一下眼镜，神气地说：“史密斯夫人亲自和我们的校长打过电话，确认了捐款和他入学的事。难道你觉得他会撒谎？”当我听到妈妈的名字从他口中说出来时，心脏一沉。我刚才和妈妈通话时，她的反应并没有看起来像是假的，但现在温特斯先生如此肯定地说是他亲自确认的，这件事似乎有些不对劲。难道妈妈真的对我撒谎了？我看了看提摩西那张苍白的脸，他紧紧抓着我的外套，身体颤抖。我摇了摇头，摆脱了脑海里盘旋的疑虑。现在不是怀疑的时候。无论如何，我都不能让他再受到这种侮辱。我拿出手机，直接拨通了董事会的电话。我不管你是谁，我冷冷地看着罗杰，语气低沉而平静。你今天撕掉的不仅仅是申请表，这是你继续待在这所学校的资格。我现在就拨通董事会的电话，让我们看看是你所谓的捐款重要，还是学校的公正更值钱。